照焦艾斯这个速度的话，你很快就可以卸任魏总裁了。怎么样，开心吗？老公出轨，小三强势示威，对于我这个原配来说，确实是件好事儿，真是讽刺。对了，你去上班的事情还没有告诉魏明吧？那你一会儿怎么跟他解释？我打算实话实说呗。魏明现在有这么大个把柄落在我手上，你猜他会不会因为心虚跟我来个等价交换呀？都几点了，才回来？果果呢？去外婆家了，我有点忙，让我妈照顾几天。你忙都忙什么？申一连运都没运，就给我送到公司去了。你天天在家的这点小事都干不好吗？没来得及告诉你啊，我通过了一家公司的面试，正式开始上班了。去上班了？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？你工作上的事儿，也没和我商量过呀。这能是一回事吗？你上班了，家里的事情谁来照顾啊？申一，我不希望有第二次了。不希望出现第二次，你就自己干呀。我现在已经正式开始上班了，最起码你自己的事儿自己干。我们两个人商量好，男主外女主内。你既然兼顾不了，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照顾家上，有错吗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男主外女主内？分工不是由性别决定的。分工是不由性别决定的，但肯定是由能力决定的吧？我们结婚这1年，家里的日常开销哪一个不是从我工资里扣出来的？我让你老老实实待在家里，把主要精力投在家里面，没错吧？你刚刚上班那点工资够干嘛用的？明天方舟跟磐石有个签约酒会，你带你们公司那个黄佳怡一起去啊？本来公司是安排你去的，结果还重新安排了一下。我是在薇姐生日会上听说的，她说小姑娘人长得漂亮，也聪明，最重要的是对你挺崇拜的。最近新招的助理啊？对，公司硬安排的，说这小女孩家里有背景。那你这次去出差也是带的她？本来不是带她的，是明博。我下楼。挺好的，你工作那么辛苦，女助理心细，还能把你的生活照顾得好一点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早点睡吧，我还有点工作。老婆，你去上班我没有意见，我是担心你身体，要累的话，尽早辞职。早点睡吧，别老看手机。在干嘛？准备睡了。顾总，报道在1周左右写好，那到时候发稿之前，我再跟您确认一下稿件的内容。顾总，请留步。哦，辛苦了，舒曼，帮我送一下2位。好，这边请。哎，你要的资料。啊，谢谢。说。刚才这么重要的采访，你就穿这身儿？我又不是明星，也不靠脸吃饭，何必在意这些小节呢？那晚上跟方舟的签约酒会，你不会也想穿这身吧？不然呢？如果今天早下班的话，记得叫上我。
请进吧，随便坐。哇，天哪！喝什么？都行。可以呀，业余生活很丰富多彩嘛。成年人的乐趣，水行吗？可以。啊，成年人的乐趣，也包括这个啊？小黄鸭调试法没听说过吗？我听过呀，但是真人用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就是在调试代码的时候，你要详细的向他解释每一行代码，这样代码中不完善的地方就会显现出来。你这样，你给他放在这儿，他还能跟你有眼神交流。你是来我们家视察工作的吗？哦，对了，你家衣柜在哪儿？这些，啊，不就是个酒会吗？至于那么隆重吗？扎克伯格不也是 T 恤衫、牛仔裤吗？不是在国外吗？你在国内，什么场合配什么衣服，这是最基本的礼仪。你现在这身，跟方舟酒会的规格完全不搭。这总可以了吧？就是感觉好像还少点什么。今天呢，到了很多很重要的人物，一会儿我帮你介绍一下。他是庞总，来，哟，魏总，久仰久仰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的名片。庞总你好。以后多合作。好好，一定一定。啊，这位是李总。啊，你好，李总。幸会幸会。早就听佳怡说过你，有机会合作。这风头是他出的，魏总都承认了魏总。哎，他真以为参加颁奖仪式呢，真把自己当明星啊！来，哎，老黄，魏总，不是你怎么混进来了？好久不见了。哎呀，这不你们邀请的吗？我看你胖的啊，这么长时间不见，扣子系不上了。说明生活好了。这位你换人了？你见过？见过吗？来，对对对，我见过见过。你别着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我们方舟的黄佳怡，这是我哥们黄总。幸会幸会，来，幸会，碰一杯。走。长得挺漂亮的啊。哎，魏总怎么没带他老婆来呢？这你还不懂？走走走。哎，张总，说什么呢？你们在这儿？哎呀，这不是夸你呢吗？你们上那价格还得再低一点。没问题，你说了算。我先过去了。魏总，都还顺利吗？啊，都还行。你就是这个江喜啊，工作分不清轻重缓急，我给他发信息，到现在还没回我。这个江喜，回去再跟他算账。磐石的顾许怎么还没到啊？顾许那边说有一个电话会议刚刚结束，可能会晚一些过来。 PR 那边我已经沟通好了，明天妥妥的互联网头条。做得不错，继续加油。对了，谢谢你的衣服。谢谢啦，谢谢衣服，客气。顾总，好，稍等一下。美丽，等到你。好，先生。应该是顾总来了。 相信再见。谢谢。江喜，不知道啊，他为什么来？什么情况？ 顾
顾总，怎么才来啊？明博，跟主持人说一下，顾总来了，准备开始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顾总、魏总，为了庆祝方舟和磐石的合作，请两位一起合个影吧。好啊。合作愉快，顾总。哎，江喜一起来了。顾总看这里，哎，好，上一个，结对。顾总，我是方舟的何明博，你有任何的需求可以随时告诉我。谢谢。顾总，您这边请。江许是怎么认识顾许的？顾许为什么会带他来？我也不知道。魏总，这位是 IT 时代的胡总编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胡总编约了好几次想要专访您，今天总算是成型了。那这样，您二位先聊。哟，顾总，哎，顾总，好久不见，还记得我吗？一鸣，顾总，3号好面。谢谢，谢谢。哇，顾总你好，我呀是威力公司的，希望以后能够合作。我是 IT 的胡总编，待会儿啊，我还得采访您一下呢。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。今天这个酒会，表面上是为了庆祝磐石和方舟达成了合作，但更是魏总即将荣升 VP 的庆祝会。这个顾许倒好啊，硬生生的把主角搞成了陪衬。对了，佳怡，江喜今天这条裙子怎么跟你这条这么像啊？我记得你那会儿试穿的时候，那个公关说这个是高定，国内就这一条。那他从哪儿搞来这么一件啊？鬼知道是什么关系呢？找了件高定套在身上，就真把自己当正宫娘娘了。摆什么位置，哪里是一件衣服说了算的？真是有趣。你不会以为我在说你吧？我说的江喜。恭喜啊，魏总！虽然早就知道公司 VP 的位置非魏总莫属，不过今天一早正式任命下来了，心里还是想着要正式的跟魏总道一声恭喜啊。陈志，啊，你们技术部以后得多多支持我们产品部。啊，惭愧啊，这次要不是我们技术部掉了链子，公司也不用花大价钱跟磐石买技术。还是魏总厉害，不仅谈成了合作，现在又荣升 VP， 真是双喜临门啊！我看今天几乎所有行业媒体的头版头条，都是方舟和磐石合作的新闻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们技术部新的文案。魏总晚上有没有空啊？要不我们坐下来聊？没空。那个，给你点你最爱的拿铁，然后今天我请客。啊，谢谢啊。江喜，关于 OP1 的需求调研，什么时候能有结论？哦，我还有2周，2周就可以给到呢。不是这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我那个项目弄得差不多了，现在也挺闲的，跟磐石的合作毕竟是咱们方舟的大项目，需要足够的人力支撑。咱们部门的其他小伙伴呢，也都想给你搭把手。你看，如果需要我们做什么，你随时跟我们说。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找我们就行。对啊对啊，我们可以帮你。我这个人吧，脾气不太好，但我对事不对人，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
忙吧。中午吃点什么？怎么迟到了？啊，今天有点事儿，路上塞车。哎，对，把这个也签了。这个要钱吗？当然了，迟到了肯定是要签的呀。哦，谢谢啊。好了啊。怎么来这么晚？我有事儿。亚凡那边找你啊。进来。魏总，您找我？坐。坐就不必了，我外面还有一堆事儿呢。没想到你跟顾许还挺熟的。我们只是普通朋友。江喜，我就欣赏你这一点，脑子清爽，凡事都拎得清楚。顾许是什么人？以他的阅历和地位，不可能跟你来真的，无非就看上了你的美貌，逢场作戏而已。你可千万不要做什么豪门太太梦，太不切实际了。我有个提议给你，趁热打铁，捞点实际的。魏总，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的建议？我现在手头上有2个项目磕不下来，你正好利用这层关系，让他用人情推进一下。我就是一个打工的，说到底，我还是为公司好的。合作成功了，业绩算你的，我会用VP 的权利，火速的提升你一个高级经理，这样我们2个人又能像以前一样并肩作战。那不知道我动用了这层关系，帮顾许做事情，身为磐石的 CEO 顾总，会给我什么样的惊喜呢？一定比你这个VP能给的多了吧？像这种画大饼、恶心事儿，顾许一样都不会。毕竟他靠的是实力说话，跟你不一样。你有没有搞清楚，你现在在谁的手底下做事？我凭本事吃饭，在谁手底下做事情都一样。倒是你，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升了 VP， 我希望你以后跟我说话的时候都想清楚，因为毕竟现在整个方舟都在传，能搞定磐石项目的人是我。芬姐，今天的新闻我看了啊，你穿着这件礼服简直跟电影明星一模一样。芬姐的这件2手高定礼服没给你丢脸吧？这件衣服相当给力。哎，你来啦！来喝咖啡。哎呀，还有咖啡喝。你们先聊着，我把衣服挂起来啊。芬姐，谢谢了。哎，怎么样？第一次上头版头条，感觉如何？你快别笑了，跟你说个正事儿啊。魏明今天正式升任 VP 了，以后他在这个圈子可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。那恭喜他了。你别不当回事儿，他越往上爬，手里的资源就越多。你到时候想顺顺当当的跟他离婚，就没那么容易了。跟他做了这么多年，我连他有多少钱也是刚刚才知道。你呀，肯定是姿态清高。你觉得提钱特别俗气，要不是因为要分家，我估计你连他这辈子有多少钱你都不知道的。他现在是 VP， 加上提成、奖金，还有那些客户给他的回扣，他的年收入是相当的可观。这是我们的婚内财产，是我这些年牺牲自己的事业换来的，这也是我们协商一致、精细分工带来的共同成果。他赚的钱，每一分都有我的一半。
反正呢，我还是那句话，该是你的，1分1毫咱们都不能让。妹妹啊，这个 VP 到底是多大的领导啊？ VP 就相当于副厂长。哦，那你就是2把手。哎，对，这么理解对。对应这个级别啊，年薪会上升1个档次。对，主要是奖金会多一点。明明啊，你这次呢是真的让我们魏家扬眉吐气。那些隔壁邻居啊，不要太羡慕我。哎呦，这几天他们看我这个眼神像兔子一样通红通红的。最有意思的是啊，我有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啊，他要给你介绍对象。我看了看照片啊。 那个小姑娘才20出头，那个脸啊，嫩得像那个新鲜的水蜜桃。妈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你呀，你这有什么呀？人家又不知道你结婚了。果果，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吃饱了回房间玩去吧。慢一点啊。林叔啊，我说那个果果现在也大了，你俩是不是可以考虑？ 生个2胎，哎，对，你是不是要满足一下我们抱孙子的愿望啊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魏明生了个 VP， 又是水蜜桃，又是2胎的。你们2个人开玩笑，注意点分寸好不好？哎，我听说啊，你们公司有一个风评挺差的总监，刚升职就跟老婆离婚了，找了一个年轻漂亮的，也是生了一个大胖小子，后来被人辞了。哎，林叔啊。 我明明是干不了这种事的，我们魏家的人那是要脸面、有教养的。我也是开玩笑的。林叔啊，我听明明说你也出去上班了。哎，林爽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外边那些皮包公司就雇佣什么实习生啊、临时工啊，你的实习期一满，他立马叫你滚蛋。妈，你多虑了，我在磐石上班。 磐石好公司啊，我们公司最近跟磐石还有合作，有出点工作上的事，你们先吃着。你们2个人说话注意点啊。今天忙了一整天，都没有时间恭喜你升职。 这一路走来，我遇到很多事，好的、坏的。现在回过头想想，不过都成了一笑而过的故事。也遇到很多人，有睚眦必报的心机，也有雪中送炭的恩情。但其实我最感激的，就是遇见你。江海，哦，回来了。干嘛呢？有没有发现穿上这双新鞋，你的弟弟都变帅了不少呢？我怎么看都像江家那个不争气的傻大儿。咦，那都是过去式了，好不好？你得用发展的眼光看人。我这双鞋可4000多买的呢，限量款。多少钱？4000。你这双鞋要4000？不是你什么脚啊你啊？刚挣几天钱呀你啊？钱还没揣热乎呢，你就把钱拿去打水漂？哎呀，某些人呢，总是觉得他的弟弟那么的自私。我之前跟你说过，我挣了钱呢，必然是有你的份的。看着，真行，江海你。在这种美好的夜色下，漂亮的姐姐是不是还缺一个这个？江海，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你干嘛呀？一天到晚弄这些花里胡哨的，真钻呐！真钻！打死你！告诉我这到底什么呀？现在还是一条小手链，小意思。等以后我挣的钱越来越多了，给你买表、买包、买房、买车，行不行？就买那栋 CBD。江海，我告诉你，这就是钱的问题。咱们有钱也不能乱花。我知道这个手链是你对姐姐的心意，但妈，哎，咋啦？哎呦，你给妈妈买的新衣服，妈妈都收到了。你看一看，看看妈妈穿的漂亮不漂亮？我看看，你看看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，显得肤色特别好。还是
我儿子好啊，给我买了那么些的衣服，还一下子寄了2万块钱给妈妈修房子。妈妈真的是没有白生你呀！你跟你姐姐买什么东西了没有？买了，给她买了一根手链，特别好看，她也特别喜欢，一直拿着呢。哎呦，我们小海就是懂事会做人。你姐姐呀，最近肯定忙得很，你没事儿就不要打扰她了，晓得不？晓得。电话就不多说了，马上就要见面了。哦，我挂了，拜拜啊。我帮你吧，嗯。不用，没事，快。真不用，我自己可以。你去磐石工作，怎么也没跟我说一声？你也没问我呀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咱俩在方舟，我说有朝一日我要当 VP。记得，你的梦想我不是帮你实现了吗？在磐石工作遇到困难了，告诉我。不用，工作上的事儿还是靠自己，心里比较踏实。你别把工作想那么简单，你在家里待久了，去工作主要是换个心情。怎么了？你不会是担心有朝一日被我反超了吧？5万，你这才刚上了2个月的班，你一普通的销售，你怎么能赚这么多钱呢？普通人肯定挣不了这么多呀。但你弟弟，我是普通人吗？我是普通人吗？我2个月月月拿销冠，我现在是我们公司提成最多的人。现在是5万，不多，以后10万、20万、30万。那你跟我说说，你1个月租多少套房出去？提成是多少呀？不是，但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人让我很难懂啊。你说我之前窝在家里我没工作的时候，你骂骂我，我觉得没有问题。我现在我出息了，我挣钱了，我给你买东西了，你还怀疑我呢？在你眼里，我是不是就应该一直窝在家里啊？是个窝囊废啊？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我是关心你。我不需要你关心，好吧？我告诉你，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管，你也管好你自己。出了什么事儿我自己担着啊！别管东管西，管。考虑到上个季度的实际情况比本季度开始的预期存在落差，本季度的数字规划做了一些调整，更加合理化。我们在线索挖掘、商机储备、得单转化几个环节都做了细致的规划调整。嗯，好，我详细看一下。那修复版的天堂电影院，正好电影节有特别上映。总共只有2场，我定了闹钟，好不容易才抢到的。我记得你在普林斯顿求学时排了大半天的队都没抢到票呢。那天也印象特别深刻，我还记得是个下雨天。其实我已经算好了这个剩余票数还有排队的人数，应该刚好买到票。结果突然来了2个特别没素质的老外，非要插队，我就跟他们打起来了。后来警察都来了。这次一起去呗。正好缅怀一下逝去的青葱岁月。哎呀，周末看电影的福气我就没有了，我还得加班加点的工作啊，要给方舟他们交货呢。哎，要不然这样吧，你把票留下吧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们邻居那2口子人特别好，经常接济我，给我送好吃的，我就把这票送给他们吧，也算是聊表谢意了。不好意思。此票千金难求，既然你不想去，那我就邀请别人，也轮不到你拿去做什么顺水人情。至于吗？不就2张电影票吗？小气。
上大学的时候脑子就那么清奇吗？你说顾许，高智商的代价难道就是低情商吗？他不是低情商，他是那种活生生的把自己活成我们机科专业的传奇，武侠小说里面那种与世隔绝的世外高人，你知道吧？我记得有一次，我们大家集体去外地参加一个比赛，然后辅导员呢安排顾许跟我一个车，想着他能帮我提提行李什么的。然后那站台的那个电梯还坏了，我是真的是扛不上去了。然后这时候，我们顾大仙姗姗来迟，我想他怎么着也能帮我一把吧。结果他说出了一句我至今难忘的话。什么？他说：“用力啊！”这个我深有体会。有一次邀请他来过生日，他提醒我不要买蛋糕，他会准备。结果生日当天他人来了，跟我吐槽老外的生日蛋糕太难吃，于是给我带了3个肉夹馍。我24岁的生日蜡烛是插在肉夹馍上的。你说这真的太符合他人设了。他真是一点都没有开过窍嘛。我是说，在感情方面啊。没有。其实有的时候啊，我都有点怀疑他是不是对女生不感兴趣。酒量可以啊，你酒量！来！再次庆祝我们技科专业获得这次创客黑马大赛团队第一！敬邻双，敬邻双，功臣，敬大家，来干杯！干杯！你怎么这么有劲儿呢？我们敬一下我们第2名。来，顾雪，咱俩都没有喝酒。喝不了酒，我酒精过敏。你看就行啊，你喝。你这样，你要是大喊3声说我是第2就不喝了，好吗？来，顾许说我是第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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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顾许。你还是第2，我今天不接单啊。我是你老板。对不起，下班了。3倍酬金，再加额外打赏。上车。这2天我收到了 N 条信息，都是问我什么时候多了个漂亮女朋友的。看你出的馊主意，害得我平白无故遭人非议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你恋爱绝缘体，不怕的。其实我女人缘挺好的。事业有成嘛，女人缘当然好了。只可惜啊，这些女孩很快就看清了你的真面目。我什么真面目？你不记得了？上大学那会儿，有一次我喝醉了，你送我回酒店，结果在酒店的那个浴缸里守了我1夜。林芳交给你啊，你的人品我们相信。再见。不是，宿舍都已经锁门了，我带他去哪呀？喝一点吧。不喝了。明天就好了，垃圾桶放在这里啊，你要吐就吐在这里。哎，
你要干什么？门，我给你开空调。门不行，赶紧睡觉。你老老实实在这睡觉。你要干什么？哎，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干嘛？哎，牵你起。你下来，小心。今天晚上这就是你的家，老老实实睡觉，一觉起来就好了。选择你的选择，爱的主题。后来玄子他们知道了，吐槽你，说你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大仙儿，刀枪不入的母胎单身。停车！生气了？至于吧？这大一同学不都这么说你吗？说你对女孩没什么兴趣，就爱学习。停车！哦，停！什么毛病？更年期提前了。目前磐石对 OP1 的算法已经升级到了3.0的版本，测试稳定，没什么明显的 bug。好，我接着大伟介绍的。其实基本的原理就是采用不同大小和比例的窗口，在整张图片上一定的度长，然后进行。不好意思，魏总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没事的。没关系，丽丽啊。对不起，魏总。哎，明博，这怎么开不了机了呢？我正好要去换屏，你把魏总的手机给我吧，我去，省得你跑一趟。那太好了，我正好合同还没改完，那谢谢你。放心吧。那我去忙了。没事。哎，谢谢。他手机的密码我是知道的。他会实时的删除微信的记录，就算你知道他手机的密码，也很难找到有价值的信息。苹果手机有一个功能，最近删除的短信、图片、录音，都会保存在一个最近删除的文件夹里。他的 Apple ID 我也是知道的，可以备份他的云端信息。可以啊，你林爽。江喜，手机修好了吗？什么？我之前给你拿去修的魏总的手机啊。给。你吓死我了你！谢了。别客气。我要找我的女婿。花了多少钱？我们这里有规定。没多少钱，谢谢啊。哎呀，你就让我进去嘛。阿姨，一会儿你有什么事吗？好的。我找我的女阿姨婿。您说您女婿是大老板，那他叫什么名字？您总该知道吧？他叫
我也不知道啊。您连您女婿叫什么您都不知道啊？阿姨，我们这儿是大公司，您过来找谁干什么，都是需要提前预约登记的。他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进来的。说谁随便呢？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呢？妈妈，这份资料麻烦你帮我送到记事部。好，没问题啊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我在楼下看见一什么事儿？一老太太跟别人吵架，跟在菜市场似的，说什么方舟的大老板是她女婿。哎呀，这是我的女婿，这是我的女婿，这是我的女婿！你们快看看，这是我的女婿呀，这是我的女婿，我的女婿。这不是顾总吗？嗯。哎，这个是我女儿江喜，我女儿。明博，刚才你看见了吗？老太太在那跟别人吵架。我看见了，我刚跟魏总上来的，说是还吵着呢。说什么老板，什么女婿？你们先聊着，我先下去一趟。来，拜拜。我先下去一趟，你们先聊。哎，你说这人，江喜。喜儿命好，这就算是找了个好男人，也不枉费我把他生得盘亮条顺。新闻上那几张照片，好多亲戚都给我转发了。这喜儿也真是的，这个天大的好事情，在妈妈面前也不讲。妈，就一张工作照呢，能说明什么呢？太不严谨了。不过也像你的做事风格。你个小孩子，你懂个啥呀？你姐姐嫁得好，我们都跟着享福。您要是为了这件事情，您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。我第一没有男朋友，第二我根本就不想结婚。哎呦，你乱说什么呀？什么叫不想结婚？明年就30岁喽，这个年纪在我们那儿，孩子都上小学了。你就是一天到晚心里没数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就知道天天在外边闹。我这次就是要看你把这婚结了。行了，我去把脸。行李你给我收拾一下。我真的，我发誓，我不知道妈妈要来。我要是知道她提前要来的话，我肯定不会让她来的。如果我骗你的话，我喜欢的女孩都不喜欢我。姐，行李你收拾，我加班去了。你别走啊！我一个人，我妈妈大火力太猛了，我受不了的。姐，真的，你再陪我一会儿。闭嘴！妈妈，陪我一会儿吧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姐，哎。叫他收拾行李，他还跑得快。他加班，他忙得很。你不是也要去加班吗？赶紧加班呢。走。你呀，要勤快些，升职才能升得快，啊，钱才能赚得多，知道不？好喽，知道了，走了啊。哎，谁呀？哎，阿姨你好，我是明博，江喜的同事，我们在方舟见过的。今天的事儿实在是不好意思了，那个我加您一下微信吧。哎。阿姨，保安说向您道歉，红包里的钱呢算是医疗费。您要是不累的话，我明天可以早一点下班，开车带您四处转转。出门见财，这是好兆头啊！阿姨。这就是你的车呀？这是我的车，咱这车好啊，节能环保，坐着还凉快呢，还不用等车位。来，给您戴一个安全帽，安全第一啊！来了，江喜，我朋友来帮出主意。嗨，怎么样？进展都还顺利吗？我们获得了关于魏明和林双共有财产的相关证据，还有以他个人名义购买的股票基金等金融产品，都能够证实是两人婚后的共有财产。四姨，我还恢复了魏明手机删除的数据，他在这1年里频繁大额转账，
总数大概有600多万吧。大额平反曲线是转移婚内财产的惯用操作，难点在于我们无法追溯现款的去向，对方一般会解释成这笔钱已经花掉了。针对目前的情况，我们的策略有2点：第一，尽快锁定对方婚内出轨的证据，这是让法官酌情判定对方可以少分财产并获得抚养权的理由；第二，尽快找到这几笔大额曲线的去处，这不仅能够切实保护你的个人利益，也能确认对方有非法转移婚内财产的行为。阿姨，哎，我看这景色还挺好的，给您拍个照留个念吧。哎呦，在这儿小心啊，慢点下啊，把眼镜给您戴上。哎，好看，好看。哎，微笑一点，再高一点点，可以，这个动作可以，可以。明波，快把那小鸭子给我拍进去啊！好，开心一点。哎，3、2、1。待会儿咱们到船上之后，能看到那亭子，咱们再拍几张。今天还开心吗？开心吧，试一试。试一试。喜欢吗？我觉得太绿了吧。找一个别的颜色的可以吗？这个好看。红色也有点太艳了。新款。对，今天刚到的。哎，好。好看呀！就要这个。帮开个单子。好。请慢用。谢谢。阿姨，您先喝点热水，暖和啊。哎呀，我跟江喜那都是很好的朋友，那他妈就是我妈，您千万别跟我客气啊！客气我肯定不会客气的，不过，这个妈，你可不要乱喊哦，弄不好要误会喽。哦，哎呀，我那个女儿啊，别的优点没有，就是长得好看。我从小就跟喜儿说。千万不能随随便便的把自己给嫁出去喽，一定要找个对她好的，最关键的是要有实力的男人。我觉得吧，这2个人在一块儿啊，最重要的事情那还是感情好。感情有什么用？我就知道，贫贱夫妻百事哀。当初。我跟着他那个穷鬼加色鬼的爹，吃了多少苦！我一个人一把屎一把尿把喜儿拉扯大，我图什么呀？我不就是图他长大了以后啊，找个好男人，好让我享福吗？明君，明博，那个明博，你现在在公司1个月能拿多少钱呢？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呀？在江州买没买房子呢？阿姨，我现在在公司呢是部门主管，薪资一般。然后我爸爸妈妈都是农村人，还在老家生活，房子现在正在努力的赚钱买。听说你特意抽空带我妈出去玩了1天，谢谢你啊。没多大事，你不用那么客气。既然你也见识过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你也应该知道，他不是你能对付得了的。其实我觉得阿姨说的也挺有道理。现在的我，确实还远远配不上你，但我会努力。我只是需要时间。魏总之前许诺我，只要亚凡这个项目完成好，就给我升经理。这个项目，我一定拼尽全力，把它做得漂漂亮亮。方舟前段时间是接连丢了几个大客户，但客户又不是你弄丢的，凭什么让你找回来？他就给了1个月的时间。我刚刚上任，董事会想看一下我的能力，也无可厚非嘛。是我爸的意思吧？这不是展现能力，是故意刁难，是滥用职权。这是董事会的决定，是谁的意思不重要。这几个客户资料你赶紧整理一下，1个小时以后我们开会研究一下。
我说了很多次了，这个东西你就下午送过来，好吧？我上次要资料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下午送过来。给你买咖啡，放你桌上了啊。哦，好，谢谢，没事，送过来。哎，明月，合同改一下。哎，好嘞。明月，例会内容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好，去吧。明博，明博，来一下。怎么了？啊，我听说魏总让安安和你同时负责了亚凡科技的项目。对啊，魏总说了，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。这个项目不是你谈来的吗？要让这个安安捡个大便宜啊！这没什么吧？这个项目我本来也需要帮手，她也是自己人，又是个女生，我觉得照顾一下也是应该的呀。这个项目，安安是组长，你是副手，那到头来那功劳不全是人家安安的？估计是魏总想给安安升职，借着亚凡科技做出点业绩来。你真是太傻了。你是不是喜欢我们家喜儿啊？哎呀，我呀就是看着你这个人还不错，就跟你多说几句。您说。喜儿是要带着我跟他弟弟过好日子的，你最好离喜儿远一些。像你这样的人，会把我们全家都拖累死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好了啊。怎么来这么晚？我有事儿。有些话电话里说不清楚。你看，要不这样，明天中午我们约一个午饭如何？好，那我等你消息。再见。进来。我找到突破口了。方舟流失的那几个客户，基本都是一个圈子里玩得好的朋友。刚好信达纸业的千金米娅跟我从小就是闺蜜，而且米娅和那几个家族企业的子女平时也都玩在一起。她说愿意为我引荐。佳怡，你能帮我，我很感激。但是我做事情有我自己的原则，我不希望把私人关系带到工作中来。还有，我真的不想用你的资源来帮我。我在国外的时候就听过你。我是顾许在普林斯顿的学妹，后来他创立了普柳科技，我也一直是他的搭档。他上大学总是第2名的故事，我简直听得耳朵都要起茧了。那都是过去的老黄历了，还提他干嘛？倒是你，我听磐石上上下下的人都夸你业务能力出众。哦，原来是老搭档了，怪不得这么有默契。我喜欢顾许。你是不是误会了？这个人我从来就没往这方面想过。你俩还挺配的。他配不上你。是吗？可惜这些年一直都是我一厢情愿，顾许一直不接受我。他就是这么个人，以前满脑子学习，现在满脑子工作。上学的时候，他连衣服都只有2身，全靠一口仙气儿活着。哎呀，人间烟火呀，他还没有尝过。这么多年，别说是恋爱、结婚、生子，他连一个绯闻对象都没有。想想也够心酸的。被你这么一说，我都有点怀疑我看男人的眼光了。不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但凡是天赋异禀的人，多少都有点性格上的缺陷。说真的，你如果能让顾大仙下凡，那真是做了件好事。我正在努力中。听说你一毕业就结婚了，我也很好奇，是什么样的男人能让你一个名校学霸，心甘情愿这么多年在家洗手做得分？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看样子是个悲剧。
应该是一个励志剧，有机会说给你听。喏，给你的。这些东西，你拿去送小朋友吧。你可别小看这些盲盒啊！我给你买的这些里面是有隐藏款的，你要是开到了隐藏款，它的价值会翻5到10倍呢。拆一个看看。第一个就开到隐藏款，我看看，这上面还写了2句话呢。你看，这2句话也是我想跟你说的话。江喜，又是隐藏款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10万分之一，你现在就是幸运女神了。隐藏款，又是隐藏款。隐藏款。那我猜这里面该不会都是隐藏款吧？虽然我买这些隐藏款的行为是有些投机，但我也是想把心意准备到100%嘛。我不想对你偷懒，江喜。我知道以我现在的能力，我没有办法给你更好的生活，但你要相信我，只要你愿意给我时间，很快，我就会像这些盲盒一样，让你看到升值的潜力。我觉得不是时间的问题，是人的问题。明博，我们是不同的人。我喜欢的一直都是橱窗里面的奢侈品，价格就摆在那里，清清楚楚，一目了然。不过，你送给我的这个，我很喜欢。张妈，哎，来了来了，哎，佳怡回来了啊？哦，不用，我自己拿。爸妈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。爸，我想死你了。怎么了？这么严肃啊？这是谁的衣服啊？同事的呀。怎么了？同事的。哎，爸，你干什么呀？你马上写辞职报告，明天一早交上去。我为什么要辞职啊？工作上我有任何过失吗？就算你是大股东，你也没有擅自开除我的权利。我没这个权利。那你等着。现在这魏明的事，在方舟传的多难听啊！你别急，慢慢讲，弄不好就是个误会呢。那不是误会，传言是真的。我就是喜欢魏明。你还说得出口？你喜欢谁不好，可偏偏人家有老婆的。我知道，那没什么。你听听，他说的都是些什么话呀？你读了那么多的书，你连最起码的礼义廉耻都不懂吗？佳怡呀，我和你爸爸从小就把你送到国外去留学，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去镀镀金，长长见识。你倒好，把西方人的那套没边际的自由学了来。听你爸爸的话，赶紧离开方舟，跟那个男的断掉。我不要。
你们也知道，从小你们就把我送出去读书啊。从12岁起，你们2个就不再管我了。现在你们又突然跳出来叫我好好听话，对不起，晚了，我已经长大了。你看你能说出这种话，就证明你还是个孩子。佳怡呀，爸爸妈妈不会害你的。你不要头脑发昏，你喜欢人家，可是人家已经结婚有孩子了，这种感情是没有结果的。那是我自己的事，跟你们没有关系。没关系，你听着，我是不会让你跟魏明在一起的。用不着你同意。你还顾不顾脸面了？我还有脸面了。说白了，你更在意的还是你的脸面。你有在意过我吗？那我也告诉你，我还就偏偏要跟魏明在一起，等着瞧。你回来！别急，这孩子从小脾气就倔，我们要慢慢劝，急不来的。